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东欧老师，很高兴再度与大家见面。今天的课程是智慧空气调节系统相关感测器与系统的整合。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氧化碳、瓦斯以及 PM2.5 的感测器。这些气体的感测器呢，除了有今天介绍的功能之外，它们还有各种不同的工作方式，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应用。大家也可以想想看，当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借由侦测到这些气体的浓度，我们可以有什么样子的应用？今天所教的感测器在使用上会比较复杂一点，同学们可以再特别注意这些感测的原理。今天第一个部分是一氧化碳的感测器，可以应用在居家安全中常见的议题，像是热水器燃烧不完全的侦测等等。而第二个部分则是瓦斯的一个感测器，除了侦测瓦斯漏气以外的应用之外，这个感测器还可以侦测酒精，可能可以用在判断驾驶者有无酒驾等等。而第三个部分则是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的 PM2.5， 这个部分会教大家如何使用感测器来监控生活周遭的空气品质。最后一个部分会为大家介绍将这些感测器整合风扇，做成一个居家生活系统的例子。首先，我们现在跟大家介绍一氧化碳的感测器。这颗感测器的型号是 MQ7， 我们可以将它装在家中的浴室或者是热水器旁边，用来侦测有没有瓦斯燃烧不完全的情况发生。也因为一氧化碳是有毒的气体，所以请大家在家里做测试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我们在后面也会提供大家一个简单的测试方法，让大家做参考。这颗感测器的连接方式也很简单，感测器上的正负号角位分别接到板子的5伏以及 GND 角位。因为我们会使用到的是类比讯号传输，所以我们将 AO 的角位连接到板子的 A0 的类比输入角。这边一样要注意到，给入板子的电压不能够太高，所以我们必须要使用分压的电路。我们还会接入一个蜂鸣器，当瓦斯浓度过高的时候，蜂鸣器就可以发出警示的声音。而在这个范例里面，我们将蜂鸣器接入板子的 D13 和 GND 角位。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一氧化碳感测器的范例程式。首先，一开始我们先宣告变数与蜂鸣器使用的角位，在 Setup 的一个区块，我们设定序列传输负的速率以及蜂鸣器的 Output 角位。而在 Loop 的一个区块，我们让板子读取感测器的类比资料，并且透过 Serial Monitor 来印出。这边我们会将读入的数值乘以2。是因为我们的资料是透过分压电路来传入，所以我们必须将压降的部分乘回来，才是真正感测器所测到的数值。接着，我们判断感测器的数值有没有超过我们所设定的临界值。这边我们以300为范例，大家也可以自由调整这个临界值的数值。如果超过，则代表一氧化碳的浓度过高。我们将会透过 Serial Monitor 印出 Help 的字样，并且让蜂鸣器来响起。在最后，我们设定让整个系统1秒作动1次。以下这段影片，我们为大家展示一个这段范例程式，以及测试的方法以及结果。首先，我们先依照先前的电路图将感测器接好。由于目前空气中一氧化碳的浓度很低，因此在监控视窗上，大家会看到显示 Safe 的文字。接下来，我们将容器盖住燃烧中的蜡烛，借由闷烧的一个方式来产生比较多的一氧化碳。这段时间内，我们等待蜡烛慢慢的熄灭。等到蜡烛熄灭之后，
我们这时候将感测器迅速放入容器内。这时候，一方面我们可以听到蜂鸣器发出声音警告，另外一方面监控视窗也会显示 "Help" 的文字。以上就是 MQ7 感测器的实验。值得一提的是，借由这种方式所产生的一氧化碳浓度很低，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在通风的环境下进行实验。其实市面上也有其他型号的一氧化碳感测器，例如像是 MQ2 以及 MQ135。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使用 MQ7 来跟大家做介绍呢？以下我们会把这3种感测器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让大家可以清楚的知道原因。首先，我们先跟大家介绍电阻比值。我们可以借由这项数值来换算空气中各种气体的浓度。电阻比值在干净空气中的数值为 6.5。如果空气中侦测到其他气体的时候，它就会改变感测器中的这个电阻比值。之后我们就可以利用改变后的电阻值加上转换的公式，就可以大概计算出这个时候特殊气体在空气中的浓度为何了。我们主要会依据特性曲线表来选择感测器的一个种类。有关于这个特性曲线详细的部分，我们之后会跟大家再做一个清楚的介绍。这边我们可以先看到 MQ2 的特性曲线表中，可以发现在可侦测的浓度范围在200 ppm 到10000 ppm 的时候，电阻值从5左右下降到 1.5。接着我们观察 MQ135， 从它的曲线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可以侦测的浓度范围在10 ppm 到200 ppm。而电阻值则是从 2.9 左右下降到 1.5。最后我们观察 MQ7 的特性曲线表，在这个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可侦测的浓度范围是从50 ppm 到4000 ppm 的时候，电阻值从 1.7 左右下降到 0.09。如果我们以曲线的下降幅度以及它可以侦测的范围来看， MQ2 以及 MQ7 是明显比 MQ135 来得好的。接下来，相较于 MQ7，MQ2 可以侦测的浓度虽然比较广，但是 MQ2 对于在低浓度的灵敏度，并没有 MQ7 来得好。由于我们的目的是要用来测量空气中是否有一氧化碳，然后来及时的做后续的处理，因此我们应该要使用在低浓度的时候，还是能够侦测到一氧化碳的感测器来使用。因此最后我们选择了 MQ7 作为跟大家介绍的对象。接着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氧化碳感测器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一氧化碳中毒的新闻，就像接下来的这段影片。昨天晚上，在三重的一间住宅发生了母女俩一氧化碳的中毒命案，而且呢，在这现场发现热水器装在室内，屋子里头的一氧化碳已经超标了，而浴室浴缸呢持续在漏水当中，母女俩双双倒卧在房间，还有沙发，明显已经断气多时。现场拉起封锁线，监视人员和警方一一采证，三重一处住宅发生母女双亡命案。疑似那个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件哈，我们到现场看哈，那有2位罹难者哈。母女俩相依为命，在三重租屋10多年，就读高中的女儿因为2天都没去实习，校方联系不到母女，其他家人和警方破门才发现为时已晚。发现她的浴缸都是在漏水那瓦斯炉也是在燃烧，那可以看现场，那冷气是没有开那窗户是密闭的，只有后面开大概15公分左右。
那可能是很明显的没有通风哈。现场发现热水器竟装在室内，研判就是主因。屋内一氧化碳浓度超标，而40岁的妈妈倒卧在房间床上，17岁的女儿则是倒在沙发，两人明显都已经死亡多时。昨天啊，他说他昨天差不多这个时间有看到他打招呼哎，还问他说你是美容师哦，他说好。对啊，前天就有看到他们母女。母女俩从云林北上打拼，却因为热水器使用不慎，双双丧命，也让亲友相当痛心。记者综合报道。一氧化碳中毒是因为我们吸入过量的一氧化碳所导致的一种类似中毒的缺氧现象。因为一氧化碳和红血球中的血红素结合的能力是氧气的200到300倍。因此，一旦结合之后，就会造成氧气不容易释放到组织中，而让组织缺氧或者甚至是死亡。一氧化碳中毒的原因通常是因为热水器的瓦斯燃烧不完全，而且再加上空气又不流通，而造成一氧化碳的浓度过高。当一氧化碳中毒之后，中毒的人会严重的头痛，接着是恶心、呕吐和呼吸急促，甚至会精神错乱、肌肉无力，一用力就会觉得头晕。因此，中毒的人通常没有办法移动得很远，而无法逃出中毒的环境，最后导致丧失意识和昏迷而死亡。因此，在我们的室内装上一个一氧化碳的警报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一氧化碳浓度过高的时候，它就会发出一个警报声来提醒使用者，让大家可以免于意外。